大家好，我是兔团，感谢你点开这次的视频。趁着这次的感恩节呢，我和直男家属一起去了优胜美地，所以呢，趁着这次的机会，我做了这一期的内容，教大家如何和直男家属有效沟通，最后拍出还可以看的自己。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次最后的成片效果吧。后面我会放出前后对比图供学习参考。无论如何，这次的成片率真的很高啦，使劲给直男家属鼓掌。我是怀着最后能凑9张就知足的心情，最后 P 出了21张的图，简直是奇迹啊！回头我会发在我的脸书、ins 和微博上。这里我先快速列出4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之后也会在实际运用中提到。对焦必须清晰。第2点，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被拍摄者，都需要有相当的耐心。第3，摄影和自己至少有一个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效果。第4，一定不要抱太高的要求。好啦，我们现在到了这一片，我是想拍一片比较广阔的，然后有太阳有阴影，然后这边我发现了一片很好看的黄色树叶的林子，然后人也可以走，所以我打算在这边。我前面已经试着拍了一组那个远景，然后远景反正看不出脸嘛，现在我打算拍一组比较近一点的。所以你们要知道对焦清晰的重要性，只要对焦清晰了，就有2次构图的机会，不然一拉大图就完全不能看。OK， 你可以拍了，你不能再走远了，就在这个地方，可以拍我啦。你先拍一张，竖着拍啊，因为今天主要是拍那个人嘛，所以人的话，我占那个画面比例比较大比较好，所以说尽量竖着拍。来，稍微蹲下来一点点，对，就是这个样子。你先随便拍一张，我看一下那个大小 ，OK 了吗？我先看一下啊。哎，不错。有个问题就是我后面有一棵树嘛，你有看到吗？你可以拍得到树，然后树不要放在那个画面的中间。你现在树是在画面的中间，更不要把我人和这个树 double 起来，知道吗？就是你可以让我左边一点，右边一点，你不动也可以，就是千万。然后这个地平线啊，就在这个地方 OK 的，不要放在画面的1/2中间，然后也不要把地平线正好穿过我的脑门，知道没有？不要穿过我的头，不要穿过我的脖子，穿过其他地方都可以。对，好，就这样，我们再拍一下，就这个大小是可以的，然后是全身的。唉，你觉得我应该往左还是往右一点？你先再拍一张，我待会儿看一下。好，辛苦了，再看一下。还一般。哎，不错啊！对，你待会儿其实这样是 OK 了，但是你待会儿拍的时候，然后注意一下那个地平线啊，尽量放在我肩或者以下。这是一个。待会儿你蹲下拍的时候，地平线就会在我的脚边，知道吗？其实这不是？对啊，你先以这个角度，你把树再放边上去一点，或者你可以让我往边上挪一点，树再到边上去一点。你先这样拍一些，然后再蹲下拍，因为你知道你这样拍大多数是雪，我要拍后面的那个树叶的背景的话就会很少。哎，好啦，就这样，尽量把那个树往边上去一点，你可以站到那边去一点。我这不能站，这也不能站。那好吧，可以到稍微边上去一点点，就一点点。对，就这样 ，OK 了吗？我把头发搞一搞。那所以我应该往这边，那我往这边踩一踩，等等。然后我们尽量不要让正脸对着相机，然后假装是他在偷拍我们，然后所以说我们是看别的地方。
哭哭回来以后，发现后面的声音完全没有录进去，可能是没有电了吧。惨淡的只能做后期配音啦。你可以多拍一点，因为我会动的。这里可以看到我一直在不停的换动作，同一个景别多拍一些各种各样的动作和表情，总能收获一些能用的吧。因为这里直男家属摄影完全不会像专业摄影一样给我调整不适合的动作，关于抓拍都是不存在的。很多图你们看上去似乎都是摄影师的抓拍，其实呢99%都是我摆出来的。所以说当摄影师拍你的时候，不要看镜头很重要。这张突然回眸当然也是我旋转跳跃了不下10几次最后出来的一张成片。这里我有要求家属把镜头放低了拍，换个角度，因为此时此刻我蹲下了，按照之前的镜头看过来，最后一定会变成俯视，并且拍到大面积只有我和白白的雪地。然而我希望更多的是背后的黄叶树林。这也是我经常用的沟通方法，就对着我要拍的景先拍一张，然后做好构图给家属看，就按照这样的视角和构图拍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会告诉他我人待会儿会站在这个地方。这个方法呢，确实能保证就是拍远景的时候，和我最后想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第4点我想说的，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这是真的。但是如果你想拍的那种很有深度很有思想的图的话，我觉得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这次的出片率其实我真心已经很满足了。这边呢，我还是来回的查看拍摄效果，顺便把之前的都看一遍，然后觉得差不多可以，于是就决定就这样就可以啦，数量也差不多。这一段的原片和成片的对比效果是这样的。其实这边家属都没有换角度和景别，站在原地就只管对着我对焦按快门，然后最后通过2次构图出了3张看上去有一些不同的成片。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次最后选片的原图，景别很单一，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呢通过后期和2次构图呢，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成片的景别非常丰富了。和之前的数码相机一样，拍摄前我都会根据当时的光线，调好相机参数，这类的高级技能我就不指望家属会灵活运用了。胶片机这段也纯粹属于我的私心，因为不能边拍边看效果，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后拿到的成片会怎么样，甚至有没有能用呢？于是呢，我就从刚刚拍过感觉还不错的几个镜头里，选了几个角度镜头，重新拿胶片机按一些。真的冷到爆炸！其实我们已经拍了挺久的了，肉眼可见红彤彤的爪子，慢慢失去知觉。当然啦，冷到失去笑容也不能没有自拍，对吧？但是当时的手已经其实快拿不住手机了。冬天的外景真的都是勇士。感谢你能够看到最后。那么这次优胜美地的雪地外景教学就到这里吧。喜欢的话就给我一个赞，也可以在评论里和我探讨一下你和直男摄影们的交流合作心得。还没有关注我的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哦。那就这样了，拜拜，我们下次再见。